长相思分2期播出，一期放暑假，一期放年底。网友不容乐观。迪丽热巴与龚俊联袂主演的《安乐传》空降后，网友们也开始期待杨紫的另一部古装剧《长相思》。网上曾有报道称，这2位90后顶尖女演员的作品可能会同时播出，而且2人都赶上了暑期档期。此前，网友们总是会比较杨紫和迪丽热巴的发展和表演，但2人的作品似乎从未有过碰撞。安乐川虽然空降，但开播后就直接登上了热搜榜。热了，但是并不妨碍大家对这部剧的热情。很多作品在正式上线之前，就提前很长一段时间公布了正式上映日期，然后各方就开始预热宣传。但现在大部分作品都是通过空降的方式播出。近日，网上流传着《长相思》也将在夏季档与大家见面的传闻，但截止目前，官方还没有给出确切的消息。最近，网络上有一则消息，对作品和演员都不太友好。《长相思》根据原著小说改编，本来内容就比较大，所以这部剧可能会分2季播出。因为现在影视剧的系列化要求比较严格，所以很多篇幅比较大的作品都会分2季播出。但如果2季能够无缝播出的话，对作品也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。而且最近的消息是，《长相思》将分2部播出，第1部可能会在暑期档与大家见面，第2部分可能要推迟到年底。相信很多网友都知道，这样的播出对于作品和演员来说没有任何优势。一般情况下，当一部作品播出时，就会有很多其他不同类型的作品播出，因此很多作品很难保证流量稳定。如果上下2部分播出的间隔时间过长，就会消耗观众对作品的热情，当下一部作品播出时，就很难延续最初的热情。《长相思》是一部备受观众期待的古装剧。前段时间第1支预告片发布的时候，网友们也很喜欢这部剧的质感和几位演员的表演。大家也能感受到3位男主各有各的优点和特点，也展现了原著中小说人物的一些精髓。剧中的3位男主角有望通过这部剧出圈，所以接下来作品的播出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重要。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。如果该剧真的分2部分播出，还是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。很多观众并不看好该剧被分拆播出。对于这部剧，相信很多网友也是非常纠结。一方面，大家都希望能够尽快看到作品；另一方面，大家也不希望在观看过程中被迫暂停。作品原本的故事情节比较复杂，涉及的人物关系也很多，所以压缩成40集难度较大。未来大概率会单独播出。节目唯一能争取的就是让2集的时间尽可能短。这次暑期古装剧的竞争相当激烈，很多作品的主演都是大家认可的，所以每部作品的数据应该都不会差。接下来比拼的应该是演员的表演和剧本的质量。杨紫和张一山真是不辜负大家。7月13日，张一山突然冲上热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次他并没有因为新恋情或分享日常生活而被误会，相反，他与好友杨紫发生了关系。看到杨紫这么一说，网友们都羡慕不已，纷纷表示这样的友情，谁能理解呢？结果，许久没有拍戏、录制综艺的张一山终于有了新剧。杨紫得知消息后，立即变身小能人，在网络上宣传张一山的新剧。再说说宣传委员杨紫，她很能干，是个彩虹屁，很夸张，脸不红，心也不跳。网友们看到这一幕都羡慕不已。子美和丹哥的关系真好，这样的友情真是令人羡慕。友谊长存，最好的一山一小猴。杨紫是张一山永远的联系。杨紫和张一山自从有了孩子之后，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依然是感情深厚的好朋友。在娱乐圈里，谁不羡慕这样神仙般的友情呢？02，肖战工作室宣传新剧。娱乐圈的顶流已经播出了好几部剧，都是半死不活的，被无数观众诟病。赵露思的偷偷藏不住真是折磨人，肖战的玉骨遥纯粹是烂片。新剧扑街，也让肖战有了更多的讨论。肖战的电视剧已经连续好几次扑街了。梦中的海剧情碎片化，引发了网友们的超能力。肖战在里面的妆容也是一言难尽。
整部剧本身就是感人至深，剧情虚浮，看不到老百姓的疾苦，为大院的孩子们埋怨。肖战的颜值已经成为烂剧的标配。紧接着《梦里的海》播出，《鱼骨妖》就播出了。没想到土豆贡献出了惊人的演技。烤玉米的台词很难过，他的台词和情感完全不相通。他在这部剧中的颜值也非常差。而肖战工作室也在努力宣传他师傅的新剧，不惜大惊小怪，说你下去，我杀了你，以为很挑衅，其实就是个贱人，别人帮你疗伤，你还在想那些龌龊的事情，显然你的脑袋不干净，想太多了，这还矜持吗？如果我坚持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，我能怪谁呢？宣传把边缘当作噱头，真是可笑。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关注。这是20世纪20年代的玉骨妖。比爆炸更可怕的是，肖战给观众留下了一个心态。有人觉得粉丝和观众对这部剧期待太高了，鹅厂上映2年了，顶流剧居然连续19天更新。这种反常的排班方式被强行误解为赶赴暑期档其他戏剧性位置。事实是，该剧在国内视频平台上线5天，立即在海外视频平台 Netflix 上线。如果按照之前比较分散的做法，海外的进展速度会比国内的速度快。要知道，热门韩剧《乌贼游戏》和《黑暗荣耀》都是以全集的形式一次性上映的。国产剧大多在国内杀青后被海外视频平台购买。玉骨妖开播前，海外电视台就已经购买了版权，并在 Netflix 上线后更新过一次，只有3集，其月底大结局完全符合国内视频平台的播放方式。肖战远赴海外参加米兰时装周，我们就见识过他的影响力。他没有海外工作经验，但在海外拥有超高影响力，他的相关电视剧在海外很受欢迎。玉骨妖的制作具有中国特有的东方奇幻特色，在剧中也能看到侠气和常人的正气，实景拍摄加顶级特效加中国特色的布景，深邃的立意加绝对的东方意境美学。不然的话，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也不会在官方推特上亲自推荐这部剧。然而这么一部诚意之作，上线后却看到了我最不想看的一幕，这分明是在玩内部娱乐的恶性竞争。相信很多网友都看到了，各种社交平台上已经上传了付费发帖方式，从最初的10元已经涨到了15至20元，可见鱼骨妖的影响力并不是所谓的撕粉圈那么简单，而且有指定方向，围绕着肖战流量带不上戏，高开低走，剧集不堪重负，人气不再等话题展开。然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肖战，在播出玉骨之前，先播出了一部古装剧《梦中的大海》。古装剧和古装剧2种截然不同的题材先后与观众见面。句号。对于已经是顶尖水准的肖战来说，很少能遇到2部剧连续播出的情况，而且还是在同一个平台播出。不同的是，一个是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，另一个是纯粹的网络直播。这也是事实，再次印证了肖战的号召力，明星剧和网剧的双轨没有任何短板。要知道，《梦里的海》是在高考季的6月份播出的，全年开播率最低的月份，同时还和一堆人一起玩《成熟的岁月》央视戏骨云集。期间认识了梅西，来到了中国，还有女排对阵小日女排的比赛，依然连续19天收视冠军，同时获得 CVB 54和网络人气。肖春生和石英是2个截然不同的人物，北京四合院子弟中固执的老爷子和长子冷漠沉默寡言的神父，反差有多大？当我看到网友发帖时，简直不敢相信这2个角色是同一个人扮演的。这语无伦次的表情，说明肖战的演技确实让他震惊了。古装剧和古偶剧本来是2个受众不同的圈子，却因为同样是肖战主演而奇迹般的融合在一起。梦里的海播出时，肖战省了流量，没有演技，播出效果不仅爆炸，反响也不错。良好的追剧氛围在研讨会上得到了广电的认可，赢得了不可多得的演员的美誉。很多第一次阅读肖战作品的网友发现，与玉骨妖无缝衔接，很多人发出了老套的剧情、脸谱、女主角的颜值、说服力、逻辑 bug、横行人气等问题，还有陆军选秀推出的黑色频道，没有一个这些可以阻止发酵后剧情的力量。被践踏的惨不忍睹的玉骨瑶，
真是东不亮西亮。原著并不算惊艳，但却得到了书圈的认可，称该作品为神仙变。就连一直对肖战没有好脸的豆瓣，也有很多人主动发帖，话就留在这里吧，肖战以后的剧一定要追。此帖下的高赞评论本来心胸狭隘，流量大帅哥演技也能这么好，颠覆了我对流量的认知。看完《玉孤妖》，感觉肖战的古装很强，甚至有网友担心肖战以后会演古装吗？类似的帖子有很多，而且不仅仅在一个社交平台上。肖战连续2部剧对影视寒冬尚未消散的市场造成的影响是可怕的。一个演员居然给观众留下了作品有保证的印象，书圈各路主体看到肖战的颜值和演技，纷纷主动喊话去他们家演戏，还没拍完。一个让蜀迷满意的候选人，能不让业界担心吗？被剧透的鹅厂 S 家的制作，在《玉孤妖》这部剧中挽回了面子。题材、剧本、颜值、演技都让肖战给观众留下了固定的心态，就像网友说的，肖战以后的剧都要跟着。这个效果应该如何描述呢？值得下去破坏影响。我们熟悉的制作公司正午阳光，凭借多年在影视行业高品质、高需求的耕耘，给观众留下了正午出品的产品一定是精品的思维定式。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也出现在演员身上。全国中学生经过几十年的精耕细作，已经无法给观众留下这样的思维模式的年轻演员。难怪有网友表示，报的不是玉骨遥 IP， 而是肖战 IP。我成了那块被万千观众自发认可的金字招牌，能够像洪水一样挡住野人大军的恶意攻击。无论面对什么质疑，肖战都从不回应。原来时间是沉默的，他看到的都是答案。